大家好，前面有几支影片我们使用了 Anki 跟 Obsidian 整合来介绍加强长期记忆的有效学习的方法。先前在介绍学习英文的 Language Learner 这个外挂的时候，刚好有学习到了他使用了另外一个加强长期记忆的外挂，叫做 Spaced Repetition。今天这一支影片就是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Spaced Repetition 的外挂的基本使用的方法，希望透过这一个基本的简单介绍，让大家能够直接就在 Obsidian 里面就能够做长期记忆的有效学习，就不必再把 Obsidian 的笔记汇出到 Anki 里面，然后在 Anki 里面才能来做学习。以下就直接来看一下 Spaced Repetition 的几个基本的用法。Spaced Repetition 这个外挂，它会自动扫描储存库里面的笔记，只要笔记里面有使用到了特殊的标签，它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闪卡的内容。这边讲的都是它预设的设定，基本上在设定里面呢，都可以把这一些标签的名称，或者是后面讲到的这些闪卡的格式呢，都可以自己去设定里面做自己的一个自定。首先就是它的预设，如果你有一个标签是井号 flashcards， 这个呢，它就会自动形成一个基本的一个闪卡的牌组，牌组基本上就是会使用井号 flashcards 来当做是一个基本的牌组。那它一样也可以使用草状式的方法来形成。另外，除了使用井号 flashcards 的标签来形成牌组以外，它也可以使用资料夹的方法来达成。但是因为我们有了很多其他的笔记了，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使用资料夹的方法来当做牌组，就是直接使用井号 flashcards 会比较单纯一点。那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个闪卡要怎么来制作。 Spaced Repetition 的闪卡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格式就是单行式，就是问题后面接2个冒号，后面再接着答案，这样子它就会形成是一个闪卡。这边有一个范例Apple 冒号冒号，然后后面是一个苹果的图示，那这个它就会自动形成是一个闪卡。前面冒号冒号左边这个就是问题，冒号冒号右边的就是答案，这就是一个单行式最简单的格式。如果你希望把你的问题跟答案让它能够做反转，让答案变成问题，问题变成答案，这种反转式的话，就是把2个冒号改成3个冒号就可以了。只要是3个冒号，它就会自动做反转。因此如果有一个3个冒号这样一个题目，它会自动变成2个闪卡，也就是正面的闪卡跟背面的闪卡。多行式它也是一样，只要在正面写了很多行以后，中间用一个问号开头的一行，后面再接着背面，这样子它就会形成正面背面的一个多行式的一个闪卡。那这个多行里面其实是可以输入多行的内容，注意就是开头不能有一个问号，因为它多行式的辨识就是用一个问号开头的一行，就当作是多行式的闪卡。那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是反转式的，也就是正面背面对调，就是把一个问号改成是2个问号。请大家注意，就是这个2个冒号、3个冒号，或者是1个问号、2个问号，这一些设定通通都可以在设定里面来直接做输入，到设定里面找到 Spaced Repetition 外挂，进入它的设定画面，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这个设定所有的闪卡辨识的符号通通都可以自己来做设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辨别的符号。后面还有一个克漏字，克漏字的话就是有几个方法，可以用2个等号，或者是2个星号，或者是2个大括号，里面的内容就会变成是填空的内容。2个等号或者是2个星号或者是2个大括号，通通都可以在设定里面自己来控制，到时候它就可以直接用填空的方法来做输入。至于 Anki 里面的大括号、希望冒号这种语法，它目前没有支援，目前克漏字就是用这3种格式，你可以自己在设定里面来勾选，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来确定你要不要用2个等号当作是克漏字的辨别符号，或者是2个星号，或者是2个大括号，这3个都要可以当作是克漏字的填空栏位的话，这个就可以把它给开启起来，这样子到时候这3个符号都可以当作克漏字的辨别的一个符号。接着就来直接来练习一下，这边我有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笔记，在这个笔记里面我有一个标签叫做 flashcards， 因此它就会被辨识成是闪卡内容的牌组。然后这边我又用了一个井号 cities， 就会当作是牌组的另外一个子的名称，所以在这边我们定义了一个单行的符号。那请大家注意就是它这个单行的闪卡，它在形成牌组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可以在安装 Spaced Repetition以后，在左边的侧边栏呢，就会有它的
的一个图示，点击以后就会进入复习的状态。在这个复习里面它就会去扫描储存库里面有井号 flashcards 的笔记，然后把它全部列出来。比如说刚刚这个 cities， 在这边可以看到红色表示是所有的卡片，因此 cities 呢，它这边辨识出来有2个闪卡，然后中间这一个呢是新的卡片，中间蓝色这个新的卡片有19个，全部有19个新的卡片，然后左边这个是已经过期的卡片，就是我学习过的闪卡。然后这个 cities 为什么只会辨识到2个，是因为它使用单行的时候它辨识会有一些问题。如果是像这一个用问号的方法来呈现的话，它的统计出来的数字是会比较正确。我是觉得应该是尽量使用多行式的方法，因为这样子我们需要呈现的问题跟答案才会更加的丰富。第二个范例呢是一个 Simple English， 在这边有定义的另外一个标题，到时候他在复习的时候就会把标题的内容给呈现出来。来试一下，这个是学习过的内容，它会插入这样子小于惊叹号减号减号，然后后面用减号减号大于结尾的 HTML 的注解的标签，把这一行可以把它杀掉，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还没学习过的闪卡。再点击这一个，然后在这个 English 这边点击一下，它就会问这个符号是什么，那我们就回答，回答完以后再决定它是简单的还是中等的还是困难的。那假设我点击了 Easy， 它会自动把结果写到这个问题的后面，后面这边就是下一次复习的时间，还有它的难度、间隔时间等等这一些内容。这个符号是固定的，如果希望要重新复习，你就把这一行给删掉。这边有另外一个简单的英文，比如说这个 flashcards 里面把它点开，这里面有比较完整的 English， 那这个就是刚刚这一个2级标题的内容，然后就来做回答。假设你是觉得 medium 中等难度，那就这样一直答下去，它就会根据这边的设定呢来做。因为这个是2个问号，表示它是一个反转的多列式的格式，因此刚刚它就出现了2次。如果有一个标签是把它定义成 review 的话，在右边的侧边栏里面复习窗格就会呈现出来，你就可以从这边呢直接点击接着要复习的笔记，也就是透过 review 这一个标签就可以把要复习的笔记显示在右边的侧边栏，可以方便的把要复习的笔记开启起来。这边还有一个 review 笔记，这个内容其实是先前讲过 language learner 那一个外挂产生出来的复习的内容，可以看到也是一样井号 flashcards， 然后井号 word， 因此你在复习的时候这个 word 它就会呈现出来，这个就是刚刚 review 的内容。今天这个 spaced repetition 它的方便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直接在 Obsidian 里面直接就来做强化长期记忆的学习，不需要再开启 Anki 这一个工具，而且手机的版本也可以使用这个外挂，因此如果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内容，你就可以透过 Obsidian 的笔记直接就变成闪卡了，那这对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就是基本的介绍了 spaced repetition 它的闪卡的格式，这些格式其实是很简单的，透过它应该对长期记忆的学习会有一些帮助。今天就介绍这一个外挂的基本操作到这边。